各位好，台湾黑手。好，我们手边来一台 ROG2哦，这个回去原厂退休回来的哦。故障描述呢？某天使用到直接黑画面哦，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启动。也没办法充电哦。过保之后呢，它是仅过保2天哦，然后送回华硕取回的时候没有收检测费，我看好像是这样子吧。取回时没有收保固检测费用仅告知主机板损坏只愿意更换全机板，建议不要维修这个不叫建议，不叫维修你就直接说你没有修就好了。不确定皇家是否进行实体检测，不需要进行实体检测啊，你已经过保了，你回去就是直接换机而已，你就是给钱换机而已啊。华硕不要说华硕是不是这样做不用说华硕是不是这样，你过保的东西回去原则上就是花钱也不需要检测，反正主板类的问题。这个是各大厂商都这样子啦，这个也不是说只有华硕是这样做。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救回，然后另外一提，半年前萤幕的烙印保固回皇家去过，也就是说这只手机保固是1年，然后半年前坏掉一次，然后不用钱回去换了一次萤幕，然后半年之后它又坏了另外一个东西，原则上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附其他的。这个是保固维修单嘛？大概看一下。对联络资讯我们就不看。这台 ROG 我都还没有动过。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呢。第一个我先插充电线，因为 ROG 有比较常见的通病，1代、2代、3代都一样。1代比较轻微啦，2代最严重，3代也差不多，3代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插上线之后，电流大概是接近190，跟着差不多接近160，150多，160，这是典型什么问题？典型的 CPU 问题，典型的 CPU 问题，就是 ROG2。这个呢，我现在把机子，它这个因为有回去用过，所以原则上拆过。我这个先下板子，主板先下来。这个是 CPU 的位置，上面这个有散热膏，这个是 CPU 的位置。散热膏我们先刮开，这个涂再多散热膏都掩盖不了这个 CPU 的问题你涂再多也没有用是设计上的问题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说不完全是华硕的问题。因为处理器是高通的嘛，那高通有这个过热的问题，当然它本身就知道有这个问题每一个厂商其实都知道有这个问题，那只能说你从在设计主板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热给散掉当然他们有推出他们的一个风扇的方案嘛，但是不代表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接受像这样子的产品就算你没有玩游戏你不玩游戏，你买的这一支一样会有这个问题。3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通讯会不能打电话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风枪拿起来，风枪拿起来，帮我算10秒就好。我们10秒就让它开机
7、8、9、10，好，10秒。哦，但我不确定它电池有没有电啊。哦，那如果没有电的话，最起码它也会出现这个充电的符号。哦，出现充电的符号也代表就是有电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机嘛。应该不会停啊。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电哦，但没关系，我们先装上去，待会充个电就知道。哎，磨到散热膏，来吧，这个按键是派体啊，这个开关键，这开关键好像派体啊。来，我插个电。这现在没电了。那我们先，我想一下哦。有吗？亮灯了嘛？有没有？亮灯了嘛？它现在只是没电而已，有没有？亮灯了，这个红灯代表低电量的意思。哦，红灯代表低电量。好，我现在拿一条快充来充一下，待会我们就直接把它充开。哦，10秒钟让它开机啊。哦，10秒就够了。哦，先拿个快充给它充。它这个一个闪这个红灯，然后会变成那个闪红灯，然后会变成应该变黄色的，哦，再变成黄色的，然后最后我忘记会不会变绿色的，反正这个现在闪灯代表的是低电量的意思，哦，我们就让它充，哦，这个充开，哦，10秒钟让它开机啊，哦，这边待会就放着让它充电，哦，充满自然会开机，哦，那我们待会快转一下。哦，有没有看到？现在已经变固定的，哦，不再闪灯了。但是现在电量还是就是不是超低的电量，哦，稍微是低电量。这个时候开机键应该是还是没有反应，哦，晚一点应该就有反应。我再等一下，哦，啊，我忘记灯会不会还会再变。哦，这已经是黄灯了，哦，所以这个应该再充一阵子就开了。有啦，这已经低电量了，有没有？按下开机，开了。
哇，这个荧幕不行啊！这个荧幕不行啊，这荧幕摔坏了是不是？重开一次。是不是没扣好，还是荧幕不行？哦，有了。好，这个密码看一下啊，它的密码是这个样子，这样子。这密码怎么这么复杂？哦，又开了。这个多大的？看一下。哇，这个是1T 的，1T 的顶规啊，1TB， 12G RAM 吧，16G 的，十几 G 的，看一下。硬体资讯，12G 的 RAM， 然后1T 的，所以说嘛，这个东西到底是设计上的问题呢，还是说这个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哦，这个我们不好说啊。哦，当然这个方式呢是仅限于说，就是它可以开机一阵子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要重新的去做过一次。哦，那当然你去判定问题，不是说哦我一拿到手机干我就直接他妈吹 CPU， 然后吹一吹他妈就会好。哦，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哦，那当然具体有很多是第一个靠经验嘛，然后第二个是靠这个电流的分析，然后去判断问题可能在哪里。哦，那这个机子因为修比较多了，所以它的电流反应算是比较明确的。哦，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确认这个问题。哦，那华硕 ROG 基本上你看到这个电流，哦，大致上我不能跟你说100%，哦，我只能跟你说60%，哦，60%会是我们的这个 CPU 续航，哦，就是电流160毫安，充电电流160毫安，哦，那仅限于 ROG 2还有 ROG 1，哦，3代的话呢，它的电流反应不太一样，哦，那有机会我们再讨论看看。哦，那这一台我们待会还是要放下去哦，在显微镜底下操作一次，把它的大件重新做过一次哦。那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Your name, girl. I figured that was it. I stopped playing your game, girl. Yeah, I thought I could quit. I'm all up in my head. I'm sorry for what I did. Wish I
glad that the brothers on the rise now. Endless celebrations all in my house. Levitating now, I'm super duper fly now. London boy, but DC where I reside now. Put the time in while you always yelling time out. And for quit it, cause I know I'm coming with it. You were sitting, you were wishing I was handling my business. Now I got the ball like Harry Potter playing Quidditch. And my business so humongous, you would think that happens in it. Oh man, I'm all that, yeah, I'm all that. Looking for that whip, yeah, that what you call that. I'ma blow up in the summer, have them yelling fall back. And I've always been ahead like an effing ball cap. Man, I came in the game like, whoa, got a couple. 好，那我们已经将 CPU 重新做过了。那我们先把这个清洗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问题哦，其实也不是说是不是华硕，或者是说哪一家产品的问题哦。我们这个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产品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是少部分哦，这个非玩家性质的一般的使用者，他可能不了解这样的情况。说 CPU 有虚焊啊，或者是 CPU 一些问题啊，他们当然是或者是一些常见的故障啊，我们一般讲的是通病哦。这个其实在各厂牌的手机都会有出现哦，一些类似上的问题哦。那其实像 ROG 系列啊，1代啊、2代啊、3代啊，哦，其实都有像这样子一个问题在。那我们不是要检讨说这样子一个手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产品已经是一个已知的故障，而且几乎很多台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召回是不是一个选择？当然，其实我们讲真的要召回之后又能做什么？你觉得他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帮你 CPU 加焊，然后再把机子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嘛。你说再换一片主板给你，他就算再换一片主机板给你，你也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因为已经讲了，这个就是 CPU 过热，然后导致底下虚焊松动。那今天就算再换一片主板给你，你也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根治这个本身它发热量的问题。那当然降频可能是一个选择，不过降频就算是降频好了，它的发热量其实也很大。那讲难听一点，我如果真的要降频，我又何必买这只手机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最好的解决方式啊，还是就是按华硕原厂的方案哦，加购风扇。其实，在 ROG 系列哦，我是比较推荐 ROG 系列啊，你去给它加购一下风扇。虽然说这个也不是说美不美观的问题啦，哦，我只是说有在玩游戏的，可以去加购他们原厂或者是其他配件的一些风扇。其实我个人还是推荐。因为毕竟解决它散热的问题，才是它延续手机的方式。即便是今天修过了，你说修过了以后会不会有问题？我跟你说，就算是修过了，我也改变不了它发热量很大的这个问题嘛。哦，修复我们只能去弥补它现有的一个故障，哦，然后让它变成正常的机制。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根治它，也就是说，在未来你使用这只手机，其实还是一样会有这个故障的问题出现。也就是说，如果再用个什么3-5个月啊，等等啊，会不会有一样的故障？我跟你说不好说，我不能跟你说100%一定有，我只能跟你说不好说啊，这种问题。那原厂能给各位的就是保固嘛，就是我保固多久，
如果有问题非人为的，我们换给你。那相对的，我们这个维修业者其实做的也是一样，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你这只手机修完就是可以用1年，就可以用2年，或者可以用半年，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一个保证，所以说相对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我们的用户一个保固，可能可以保护你几个月的时间，保护几年这是不太可能啦，原厂基本上都没保护好几年，好，那我们就散热膏也补完了 ，CPU 也做完了，散热膏也打了，那一样嘛，散热膏抹再多都掩盖不了 CPU 的这个问题，就算再上好一点的散热膏，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我们这个便宜的散热膏，这个还是要上，不上是不行的。好，我们来装机吧。我们大概影片虽然有快转那时间的话大概是花了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接近30分钟，大概28分左右吧，28分钟。这个扩音器我们干脆一起把它装上去吧。那这个容量跟规格确实都还蛮吸引人，这个有1T 的，1T 的，然后12G 的润，当然效能跟它的寿命也是成正比的吧，高效能，伴随的就是有发热量过热，这个是不是只有手机才有这种问题啊？各大产品其实都差不多。电脑也是啊，笔记型电脑啊，电视盒啊，路由器啊，高效能伴随的就是高热能嘛。好，这边装好了，相机我没给它装上去。装不进去嘞。底下压了一根什么东西，一根线压在下面。算了，相机我先不装，先把前镜头装进去就好。相机有晚点再装。好，好，那我们一样嘛，做完 CPU 其实就整个就进来了，这个密码我不知道丢哪去了，先不开了。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要正视一个问题啊，正视一个问题就是说，原厂不管是不是原厂，就是说包含其他的也是一样，一个已知的故障，原厂应不应该召回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系列 CPU 会有过热的问题，那设计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发生这个问题，华硕机子我修很多啊，华硕机子我修的非常非常多，从 Zenfone 3、Zenfone 4、Zenfone 5、Zenfone 5力、Zenfone 6、ROG 1、ROG 2、ROG 3，以及这个 Zenfone 7，这些机子在我这边都是常客，都是常客，包含旧版的，就是早期那个塑胶外壳的那个，在我这边呢也是常客，那每只机子其实都有固定的通病啊，那这些通病其实到底是
到底说是原厂应该负责召回处理，还是说每次只要故障拿回去就是告知主机板故障，不建议维修，那不管保内保外都好，那保内原厂以是负责非人为性的，可能就换一片主板。当然啦，原厂有些判定我们没有办法去。针对他来说什么东西，就是说有些原厂可能就判定，然后你受潮，或者是判定什么你是人为的等等诸如此类，但是也没有办法合理的给出一个方案。那以前其实就有传这个防潮试纸嘛，那有一些其实连防潮试纸也没有受潮，但是他判定就是人为的，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检验标准，那检验标准是什么？那我们不清楚。一切就是送进去之后，就是凭内部的工程师讲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判定你人为，那你就是人为，不管你今天发生的这个是不是通病的问题，你就是人为。那他就是判定人为，就是退休，你就是要给钱。那过保的机子其实完全就不需要回去了。过保的机子基本上就完全不需要回去，除非你是比较基本的什么电池想要换掉啊，相机想要换掉啊，或者是。可能萤幕摔破啦，这种过保你可以花钱，一样是花钱嘛，对不对？那你主板呢？你只要回去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贴钱直接换主板，不可能修，也不可能帮你救资料，什么都不可能。所以通病类的问题，其实还是要给大家去重视一下不管今天是使用者也好，还是你是销售手机的厂商，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对维修业者来说啦。就我是维修业者嘛，当然我也有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业那以我维修角度来说啦，通病是越多越好啦。你这只机子卖得好，通病越多，我会越开心。因为什么？因为通病就是很来就可以直接修的东西，我连查都不用查，然后马上就有钱收那这种东西就是一体两面的啦有好也有坏那大家自己。症结大家自己这个斟酌了大家自己斟酌一下，看手机是要怎么处理或者是说手机要换新的，或者是要更换，或者是要维修，其实都可以嘛。最终你都还是可以拿到一台机子当然买新的有新的好处嘛，不过你买来新的机子一样会有新的机子的通病，还是会有新的机子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废话就讲到这边了。好，谢谢各位。